大家好，这里是案件纪实频道。关玉梅死刑，二审法锤落下，站在法庭上的关玉梅浑身一颤，眼中满是恐惧。精致不施粉黛的脸庞淌下两行清泪，虽然身穿囚服，面色憔悴，但也难掩她身上的气质。单从外表来看，年轻漂亮关玉梅很难跟杀人犯牵扯上关系，在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残忍杀法？刘辉，我们见一面吧。2004年，家住安徽的刘辉突然接到前女友关玉梅电话，他不由愣了下。两人都已经分手2个多月，这段时间一直没有联系，怎么突然要见面？想起两人在一起时的种种，心中一软，同意了下来。他跟父母打了一声招呼，表示去见一个朋友，可能会晚点回来。一看儿子这么急切的样子，也意识到他见到的朋友是谁。他们虽然不如儿子了解关玉梅，但一段时间相处一下，觉得人非常不错。时年26岁的关玉梅长得眉清目秀，嘴也很甜，讨人喜欢。她出身较好，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在父母的悉心培养下，也考上了大学。毕业后在某画室担任女老师。她本身也是一名画家，家境条件好，文化程度也高。而刘辉文化一般，经济收入不高，能找到关玉梅这种女友，简直是烧高香。父母都让他好好把握，然而交往1年后，两人突然分手，父母觉得不可思议，难道是男方父母不同意？刘父、刘母连连质问。然而既不是女方父母不同意，也不是女方出轨，他只表示2个人不合适。起初，关玉梅总是打电话回家，试图挽回这段感情，刘母看着也心疼。他们觉得以儿子这样的条件，能够找到一个女友已经非常不错了，更何况是关玉梅这个样子的，他们更是非常喜欢，不明白两人为何要分手。而且关玉梅看起来还很喜欢刘辉，父母便想着劝劝儿子，可是刘辉每次都是借口，甚至干脆不理他们，父母也没有办法。他们自小就知道儿子的脾气，一旦做了决定就不会回头，而且说得多了，脾气还特别大，有时候连父母也要对2句。如今这样的情况，刘母虽然也觉得可惜，可是对此也不好干涉，只能任由两人发展。之后，关玉梅有一段时间没有打电话，刘母还觉得遗憾，觉得对方可能是有了新欢，已经将刘辉忘记了，经常在背后唉声叹气，埋怨儿子毁了一段好姻缘。本来以为关玉梅和儿子不会再有交集，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关玉梅竟然再次打了电话，而刘辉不知是不是气消了，竟然也同意下来。听着儿子话语中兴奋的样子，刘母想着这次见面，两人也许能复合。而另外一边，刘辉抵达广场，他眺望着人群，一眼便认出了关玉梅。时隔2月未见，关玉梅更加清纯可人，他急忙走上前打了一声招呼。关玉梅甜甜一笑，笑着回了一句，酥麻的声音让他心头一颤。他提议两人先在周边逛逛，两人也保持着适当的距离，一路上有说有笑。突然又谈起了半年前一件趣事，关玉梅面色一僵，脸色微变。他急忙解释，我都跟你说了，那只是一个误会。刘辉见他的脸色愈发难看，下一句话堵在喉咙里，半天都说不出来。他憨笑了几声，连忙岔开话题。两人在外面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眼看天色越来越晚，关玉梅让刘辉送她回家。刚抵达楼下，他又开口说了句，我还是一个人住，你要不要上去歇一歇？刘辉听懂了他的暗示，看着娇滴滴的关玉梅，鬼使神差点了点头。两人上了楼，关玉梅主动下厨，又帮他准备饮料，两人关系看上去有所缓和。刘母见儿子迟迟未归，心中一喜，看来两人是复合了。然而儿子这一走，竟再也没有回来过，打电话始终都是关机，一次是这样，2次也是这样，一连3天还是这样。这种异常让刘母隐隐感到一丝不安。儿子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，虽然他平时有些调皮，可是却也不会无故失踪。
而且对他们也算比较孝顺，听到他们的电话都会接听。现在这样的情况明显不正常，刘母担心不已。由于长期联系不上儿子，刘母联系了关玉梅，她表情冷淡，我是跟她见了一面，不过她又拒绝了我，不知道跟那个狐狸精跑了。说完也不等刘母追问，她就挂断了电话，而刘母只能望着挂断的电话发呆，她总觉得哪里有问题。儿子这段时间根本就没有交女朋友，也没有出去乱搞，而且对于关玉梅似乎也有些感觉，怎么会和其他女人纠缠呢？刘母还想询问一下关玉梅更多的情况，于是再次打去了电话，可是对方却根本就没有接听。刘母心中有些难过，但是现在的当务之急却是要找到儿子的下落，不能让儿子就这样消失。刘母四处寻找，找到刘辉生前的朋友，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见过他，都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刘母越发着急，最终只能无奈报警。警方听完之后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情况，立即展开了寻找，但始终一无所获。不过他们没有放弃，而5月5日，刘辉失联10天，刘母终于接到了电话，然而传来的消息却让他彻底崩溃。你说什么？我儿子死了！刘母急忙赶到派出所，根据警方所说，他们在公厕内发现了尸体，尸体损害程度严重，被分成了一块又一块，整整装满了3个塑料袋。更令刘母崩溃的是，杀害刘辉的竟然是关玉梅。关玉梅归案后一直闭口不言，只表示要见刘辉的亲属。刘母见到关玉梅，情绪骤然崩溃，哀嚎着说：我儿子对你这么好，你好狠的心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你把我儿子还来！刘母始终没有想到真相竟然会是这样，一直以来她都把关玉梅当成自己的儿媳妇，可是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狠心。刘母心痛不已，只觉得关玉梅狼心狗肺，蛇蝎心肠，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。此刻的刘母后悔莫及，只能不停地质问关玉梅：对我好有多好？关玉梅归案后一直都很冷静，一听这话，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，冷冷地回应了几句。民警面面相觑，从尸体的损害程度来看，确实有泄愤之嫌，难道这背后还有其他原因？刘母却顾不了那么多，冲了上去，一边撕扯一边喊：我儿子做了什么？你连全尸都给我留，你让我怎么办啊？关玉梅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，同样受了刺激，咬牙切齿：你们不是找到了我的东西吗？去查呀，去查那些东西，不就什么都知道了？关玉梅近乎疯狂地喊了这句话，就连刘母都被吓住了。难道儿子真做了什么？他了解儿子脾气，绝对不会做对不起关玉梅的事。民警继续追查证物，不愿放过每一个细节。关玉梅又冷笑了一声，然而接下来说的一句话却让在场的民警刘母心头一颤。刘母虽不认为儿子做了什么，但看着关玉梅的架势，两人显然发生了什么，不然一个家境优渥、前途无量的女老师、女画家怎么会放弃一切行凶杀人？根据警方调查结果，关玉梅虽然激情杀人，但事后处理尸体的手段过于冷静和残忍。警方在个人物品中找到一本残缺的日记，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。刘母同样看了一眼，满眼震惊，支支吾吾地说：这不可能。关玉梅不屑说了句：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儿子就是这样的人。半年前，关玉梅、刘辉感情顺遂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时地步。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，两人或许已经结婚生子。半年前的某天，刘辉带关玉梅参加几个朋友的一场酒局。关玉梅早就见过刘辉的几个朋友，个个都是混迹社会的无业游民。她叮嘱过刘辉，让他保持距离。显然刘辉依旧还在跟他们来往。两人一进包厢，几个人便打量着关玉梅，嘴里说着：小辉，你找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女朋友，怎么不早带出来见见？酒桌上，刘辉的朋友一直灌两人酒，还总是夸她漂亮、身材好。随着一杯一杯的酒下肚，
关玉梅感觉头晕目眩，再次醒来时已经在宾馆，身无寸缕。虽然头痛，但她也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她找刘辉质问，刘辉却一言不发，只表示对不起她。随后她便提出了分手。这段时间中，她没有报警，一直向刘辉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刘辉每次都选择了沉默。历经此事后，他的精神状态就有些不太稳定，经常性做噩梦。他对刘辉也愈发的痛恨，觉得他毁了自己的人生。2004年4月26日，关玉梅以复合为借口将他约到了家中，他再次逼问发生了什么。刘辉却说都已经过去了，你又何必一直揪着不放。正因为这句话，他情绪彻底失控，手持菜刀朝着他的脖子挥砍了下去。刘辉捂住脖子冲进了卧室，苦苦哀求。他并没有因此停手，一刀又一刀，直至他死亡。事后，他又处理了尸体，分2次将尸体抛至公厕。虽然他自认为被害，但事发时间过久，已经难以取证，而且最主要的当事人已经死亡，更加难以考证。根据刑法规定，故意杀人的，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关玉梅行凶手段残忍，依法判处死刑。2005年4月26日，关玉梅被执行死刑。临刑前，她多次拒绝吃断头饭，行刑前已经浑身瘫软。两人的悲剧无不在警示每个人，选择一个伴侣要擦亮双眼。